今天我讲的内容可能会得罪很多人，甚至会得罪不少公庙，但我还是要说，因为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你们睁大眼睛看看现在的社会，只要每逢初一十五，哪间庙不是挤得水泄不通？大家挤破了头去抢头香，争着给菩萨送钱。可是我要问各位一句掏心掏肺的实话，既然香火这么旺，为什么这世上的苦人却越来越多？为什么有的人把头都磕破了，香都烧成山了，家里还是鸡飞狗跳，一身的病痛？难道是佛菩萨收了钱不办事，还是现在的神明都去放假了，不管我们人间这摊子烂事了？各位，如果你们不想一边花冤枉钱烧香，一边还在给自己招祸，那今天的内容你一定要听到最后，因为你们拜佛的方法从根子上就全错特错了。常常有人跑到我这里来哭诉，这些人里头不乏身家过亿的大老板，也不乏吃斋念佛几十年的老居士。我就讲一个具体的案例，真的是血淋淋的教训。有个病人，我们叫他陈董。陈董是做建材生意的，以前在南部风光得很。可他那天一进门，我看他那个脸色印堂发黑，眼下全是清气，这哪里是有福报的样子？这分明是阳气跑光，气数已尽的面相。他一坐下来，袖子一撸，露出手腕上一串珠子，好家伙，那是顶级的奇楠沉香，这一串在市面上少说也得100来万台币。接着他带着满脸的委屈，甚至带着哭腔跟我诉苦。尼斯，你看，为了修佛，为了求保佑，我这串珠子是专门去拍卖会上请回来的，我每个月雷打不动要去庙里，我买那个香都是买几千一把的极品线香，我刷卡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他说着说着情绪更激动了，他说家里供着的观音菩萨每天早晚3炷香，水果天天换，鲜花天天换，那是勤快得很。可是为什么这几年生意全垮了？被人骗了钱，跳票的跳票，跑路的跑路，官司缠身，自己也一身的病，吃药也不好，烧香也不好，晚上睡觉全是噩梦，梦见被人追杀。说到最后，陈董突然压低了声音，甚至带着一种怨气，他凑近我问：尼斯，您是高人，您跟我交个底，是不是那尊佛像没开光？是不是佛菩萨根本就不灵？还是说我给的钱还不够多？我坐那儿听着，那个无名火噌的一下就上来了。我指着他的鼻子说道：你真是糊涂啊，你简直是愚不可及，佛菩萨哪里不灵？是你自己搞错了，是你自己把路走反了。我们中医讲方向不对，努力白费。你治感冒明明是风寒，你非要用凉药去清热，那你不是越治越死吗？你现在拜佛也是一样。在座的各位都要晓得一个最基本的道理，佛菩萨不是贪官污吏，佛菩萨不是黑社会的老大。很多人那个烧香的心态啊，我就直说了，说出来你们别不爱听，那完全就是做生意的心态，甚至是行贿走后门的心态。你们仔细回想一下，你们每次跪在蒲团上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你花了几十钱，或者像陈董那样花了几千钱，买了一把香，打火机一按，点着了，往香炉里一插，膝盖一软，跪下去。那一瞬间，你心里的那个算盘拨的是噼里啪啦响，这清单列的比医生开的药方子还长。你会说，菩萨，这把香可是好东西啊，求您保佑我今年发大财，我要赚500万。菩萨，保佑我儿子考上台大，考上医科，您要让他超常发挥，当状元。菩萨保佑我身体健康，长命百岁，虽然我天天喝酒熬夜，但您得把我的病挡在外面。还有啊，那个隔壁的老王是我的竞争对手，求菩萨显显灵，让他赶紧关门倒闭，这样生意就是我一个人的了。各位，大家都是成年人，我们想一想这笔账你出了多少本钱？哪怕你像陈董一样花了5000买香，你想换回什么？你想换回几百万几千万的福报，换回子孙满堂，换回长生不老，甚至换回让竞争对手倒霉。这哪里是拜佛，这哪里是修行？这是把那个香炉当成了聚宝盆，这是把佛菩萨当成了收保护费的黑社会大哥。你那个潜台词就是，大哥，我这几千钱保护费交啦，这香火钱我给啦，以后你就得罩着我，我要干嘛你就得帮我瞧好，不然就是收钱不办事，你就是不灵。你们想想看，这种心态有多可怕，有多肮脏。陈董听我骂完愣在那里，
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汗都下来了。他哆哆嗦嗦地问：尼师，那照您这么说，我这些年的香都白烧了。我说岂止是白烧了，你这是在造业，你这是在拿着佛菩萨的名义在喂养你自己心里的鬼。为什么我说陈董是在造业？因为你们根本不知道那个香点燃之后飘出来的烟在另外一个无形的世界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你们根本不晓得，当你们心怀鬼胎的烧香时，真正闻讯赶来的根本不是观音菩萨，而是别的东西。大家都给我记住了，烧香的本质绝对不是为了给神仙闻味儿。当你把那炷香点燃的时候，火光一亮，烟气升腾，那个烟它是沟通阴阳两界的媒介，你就像是在建立一个发射基站，而你的起心动念就是那个电流，就是那个讯号波。这里就要讲到易经里最经典的一句话，那就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什么意思？同样的频率才会产生共振，同样的磁场才会互相吸引。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当你烧香的时候，你发射的是什么波？第一种情况叫清净波，也就是纯阳之波。如果你的心是清净的，是慈悲的，你在点香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佛菩萨，我感恩您教导我要做一个好人。我今天烧香是为了坚定我的信心，为了向您学习，我要去帮助更多的人。这时候你的心是光明的，是温暖的，是正向的，这个频率非常高，非常纯。在这个宇宙里，谁的频率是这样的？是佛，是菩萨，是神仙，是那些高维度的智慧生命。所以啪的一下，频率对上了，这就叫感应道交。这就好比你拨通了佛菩萨的专线电话，佛菩萨的光芒瞬间就能顺着这个波反馈到你身上，你会觉得心里很静，很舒服，甚至闻到一股异香，这就对了。但是这就是我要讲的重点，也就是像陈董这样以及绝大多数人犯的致命错误。第二种情况叫贪渎波，也就是阴波或黑波。如果你的心是黑的，是脏的，你在烧香的时候满脑子想的是我要发横财，我要那个人死，为什么我这么倒霉，老天不公，我只要给钱菩萨就得听我的。这些念头在中医里叫七情过激，在佛法里叫贪嗔痴慢疑。这些东西是有能量的，而且是负能量，它们是有颜色的，在无形界看那是黑气，是毒气。当你带着这种念头点香，那个香烟飘出去，它携带的就是这种黑波。好了，大家想一想，佛菩萨那种纯阳纯净的频率能接收到这种黑波吗？根本接收不到，就像收音机调错了台，只有吱吱吱的噪音。佛菩萨那是如如不动的，你的黑波连人家的边都沾不上。但是这个宇宙里有没有众生是这个频率的？嘿嘿，太多了。谁能接收到这种黑波？是那些脏东西，是那些游荡在鬼道魔道里的众生，是那些孤魂野鬼，是那些还没有投胎的冤亲债主，是那些专门吸食人类精气的魑魅魍魉。他们本来在阴暗的角落里躲着，或者在荒郊野外飘着，突然他们闻到了味道。注意，他们闻到的不是香的味道，他们闻到的是你那个贪婪的味道。那个贪婪的味道对于他们来说，就像是苍蝇闻到了血腥味，就像是鲨鱼闻到了受伤的猎物，就像是瘾君子看到了鸦片。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会想，哟，那边有个傻瓜把门打开了，他在发请帖，他在邀请我们要饭的要命的去狂欢。于是他们呼啦一下全来了，顺着你那个香的烟，顺着你那个黑色的念头，直接就冲进了你的家门，冲进了你的佛堂。这时候你还跪在那里磕头呢，还在那里做美梦呢，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其实呢，此时此刻坐在你家佛像上的，盘旋在你头顶上的，根本不是菩萨，而是那些呲牙咧嘴的鬼物。他们来了干什么？难道他们会好心保佑你发财？别做梦了，鬼道众生自己都苦得要死，缺衣少食，他们拿什么保佑你？他们是来吸你的，他们会吸附在你的身上，吸你的阳气，吸你的精气神。因为你的贪念和他们同频，所以他们能毫无障碍地控制你的情绪。他们会让你变得更暴躁，更贪婪，更忧郁。他们会遮住你的智慧，让你做错误的决定，让你投资失败，让你开车走神。所以
陈董问我，为什么我越求生意越差？为什么我越求身体越一生病？我现在告诉你们答案，这个答案很残酷，但很真实。因为你在引狼入室，因为你在认贼作父，你那个香炉被你搞成了一个招鬼聚魂的法阵，你以为你在积功德，其实你是在天天给这些脏东西喂食。你喂的越多，他们越壮大，他们越壮大，你的阳气就越弱。这就是中医讲的阴盛阳衰，阳气一衰，病邪就进来了，癌症、肿瘤、怪病，那不就是阴气拮据的产物吗？讲到这，陈董的脸已经煞白了，他发抖着问，倪师，那怎么办？我家现在岂不是全是那种东西？我说，只要你心念一转，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但是除了心念，还有一个物理上的大忌，是你每天都在犯的。这个大忌如果不改，你心在沉，也是在给鬼开后门。陈董赶紧问，什么大忌？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时间。这一点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99%的人通通都在犯错，而且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你是不是经常半夜3更在那儿烧香？陈董猛点头，对啊，我觉得半夜安静只是灵气足啊。我一拍大腿，哎呀，作孽啊，你这是嫌自己命太长啊，你这是在给自己挖坑往里跳啊。你们要晓得，天地万物都有它的时与位，儒家讲时位，中医讲子午流注，佛法讲缘起。时间不对，位置不对，你做的事情那个性质就全变了。这就好比吃饭，你中午12点吃饭叫养生，你半夜2点爬起来塞一肚子红烧肉，那叫服毒。不管是我们老祖宗的风水，还是正统佛门的仪轨，都有一条绝对不能踩的高压线。晚上9点以后到第二天凌晨5点之前，普通人在家里千万不要烧香。陈董不服气，庙里有时候也通宵做法。会啊，为什么我不行？我说你拿什么跟庙里比？庙里有韦陀菩萨，有18罗汉在那边坐镇，那里的师父是有戒体的正规军，你家里就你一个凡夫俗子，你凭什么跟人家比？我给你们讲2个层面的道理，听懂了你打死都不敢半夜烧香了。第一，从中医阴阳的角度讲，这是科学。白天是阳，是人与神的世界，晚上是阴，是鬼与灵的世界。尤其是半夜子时，阴气最重，那些游魂野鬼、魑魅魍魉，他们怕光怕热，白天躲着不敢出来，可一到了晚上，那就是他们的狂欢节。你想想看，在阴气最重的时候，你在漆黑的家里点一炷香，那一点火光和烟气，在灵界众生的眼里，就像是黑夜大海里的灯塔。本来他们跟你井水不犯河水，你这一烧香，等于拿个大声公对着外面喊，快来啊，我这里有好吃的。这根本不是迷信，这是物理引诱，这就叫引狼入室。第二，从佛法的饮食规律讲，佛经讲得清清楚楚，早晨是天人吃饭，中午是佛菩萨因功，而夜晚那是恶鬼道众生得食的时间。你在半夜烧香，佛菩萨不需要去抢这个时间，但是恶鬼道的众生看到了，以为你在施食请客，他们全部涌上来了。结果进门一看，你根本没有准备食物，也没有道行超度他们。这就好比你请了一帮流氓来吃饭，结果跟人家说没饭吃，他们吃不饱又走不了，怎么办？那就只能吸你的气，附在你的身上，吸你的阳气。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越是半夜烧香，身体越差，家里莫名其妙吵架，孩子半夜哭闹，因为你的屋子里挤满了你看不见的客人。所以我今天把规矩立在这儿，晚上9点以后，哪怕天塌下来，也把你的香炉给我盖上。那什么时候烧？最好的时间是清晨卯时，也就是5点到7点。旭日东升，阳气抬头，阴霾散去。这个时候你点一炷清香，心境向上，发射出去的讯号没有任何干扰，直接连通佛菩萨的频道，这就叫顺天使。陈董听完脸都白了，回去就把那1万1斤的香锁进保险箱，发誓晚上再也不碰了。但是光改了时间还不够，接下来还有一个更直观的问题。很多人到了庙里或者在家里，那个动作啊，那是没大没小，没规没矩，这也是在折损福报的。有人可能心里嘀咕，尼师，我们学佛修道不是讲心诚则灵吗？佛菩萨那么慈悲，还在乎我迈左脚还是迈右脚，
还在乎我这香怎么拿，还在乎我吹不吹气。哎呀，你们这些人啊，就是以凡夫之心度菩萨之腹。你说的对，佛菩萨确实不在乎，佛菩萨是如如不动的，你就算在他面前翻跟头，他也还是那样慈悲的看着你。但是你在乎，你的心在乎。理是什么？孔老夫子早就说过，礼者履也，就是你行走的规矩，你做人的分寸。在佛法里，这些规矩根本不是用来束缚你的，它是用来治你的病的。治什么病？治你那个比天还高的傲慢病。我们凡夫俗子，那个我慢心重得很，好，觉得自己了不起，有几个钱了不起，当个官了不起。到了佛菩萨面前，通过这些弯腰、低头、洗手、跪拜的动作，是要把你那个高高在上的头颅低下来，让你的心谦卑下来。你要晓得，心谦卑了，福报才能装得进来。你那个杯子如果是满的，还盖着盖子，也就是傲慢。观音菩萨的甘露水再多，怎么倒得进去？所以下面这几条规矩，你们一定要记清楚。这不是迷信，是修行的第一步，是调心的基本功。第一，净身与净手，洗去尘埃也是洗心。我们要去拿香，要去供佛。你看看你的这双手平时在干什么？刚才还在菜市场摸生肉，刚才还在数钞票，甚至刚才还在滑手机看八卦。你要去见佛，得先把手洗干净。这不仅仅是物理上的洗手，这是在给你的潜意识打一个暗示，我要把世俗的污垢洗掉，清清白白的去见佛。第二，进殿的规矩，别走空门，别踩佛间。到了大雄宝殿门口，或者一般的宫庙，中间那个门叫空门，那是给出家人走的，或者是神明出巡才开的。你一个凡夫俗子，六根未净，不要去走那个门。走旁边的门，男众走左边，女众走右边。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你们千万给我记住了，绝对不能踩那个门槛。民间有句话说，门槛是佛菩萨，是神明的肩膀。你踩在神的肩膀上，你说你这叫拜佛，这叫欺师灭祖。从风水上讲，门槛是挡风挡煞的，它是把外面的晦气煞气挡住，你把它踩踏了，气场就漏了。所以要跨过去，不要踩上去，这就叫坎。人生有很多坎，你要跨过去，不能被它绊住。第三，拿香与点香，切勿用嘴吹。香点着了，有时候火苗很大，我看100个人里有90个人下意识的就用嘴巴去呼的一声把它吹灭。停，千万使不得。我们的嘴巴啊，是造业最多的地方，吃肉、喝酒、骂人、说谎、两舌、恶口。中医讲，这嘴里出来的气，那是浊气。你拿这个充满荤腥、充满细菌的浊气去吹供佛的清净香，这叫大不敬。这就好比你给客人倒茶，先往茶杯里吐一口气，你说客人恶不恶心？那怎么办？很简单，动作优雅一点，轻轻把手挥一下，或者拿着香上下晃动一下，那个火自然就灭了，又优雅又恭敬。第四，上香的姿势，举眉齐平，法宝顶戴。香点好了，火也灭了，怎么拿？右手拿着香的下端，左手托着右手，把香举起来，举多高？举到眉毛的高度，叫齐眉。这有什么说道？这代表法宝顶戴。我把佛法，把恭敬心看得比我的眉毛，比我的眼睛还高，这是一种极度的崇敬。这个时候你的眼睛不要乱看，眼观鼻，鼻观心，心里默念你的愿望，或者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然后恭恭敬敬的把香插进香炉里。第五，插香的讲究，3支清香供养3宝，一定要插得端端正正，别歪七扭八的。通常我们烧3支香，第1支插中间，默念供养佛，觉而不迷；第2支插右边，默念供养法，正而不邪；第3支插左边，默念供养身，净而不染。这叫供养3宝。插完了，看着那个香烟袅袅升起，你要观想这个烟把你的诚心带到了虚空法界，传遍了十方。印光大师说过一句话，是修行的金科玉律，欲得佛法实义，须向恭敬中求。你拜佛灵不灵，不在于你磕头多响，
而在于你每一个细微动作里有没有那一份战战兢兢的恭敬心。外在的规矩我都教给你们了，但是现在市面上有一种风气非常不好，你去逛逛那些佛具店，导游也好，卖香的小贩也好，都会在那边唬弄你。哎呀，这位老板，我看你印堂发亮，是要发大财的人啊，你也得烧这个发财香。这个沉香是越南芽庄的5000一盒，烧了这个菩萨才高兴。那个檀香是印度老三檀1万1斤，烧了这个才显灵。你烧那便宜的化学香，那是对菩萨不敬。很多人听呢，心里就发慌，特别是那些阿公阿嬷或者手里有点闲钱但心里没底的人，一听这话，心里那个算盘就开始打架了。完了，我一个月薪水才几万，买不起这么贵的香，那是不是佛菩萨就不保佑我了？是不是我就没有功德了？是不是我就低人一等了？嘿嘿，这全是在乱讲，这全是在用凡夫俗子的势利眼去量佛菩萨的法身。你们动脑子想一想，佛菩萨那个境界是清净无染的，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我们人间这些所谓的名贵香料，什么沉香、檀香、龙涎香，在天人看来，在佛菩萨看来，那个味道也是浊的，也是臭的，更不要说还是我们凡间这种充满铜臭味的交易了。如果你觉得佛菩萨是闻了你的沉香味道，收了你的重礼，才保佑你；如果你觉得佛菩萨因为你烧的是几钱的草香，没闻到好味道，就不理你，那你把佛菩萨当成什么了？当成那个贪图享受的昏君了吗？当成那个给钱就办事的贪官了吗？我说句难听的，这简直是在谤佛。那么佛经里讲的烧香，那个香到底指的是什么？为什么几千年来高僧大德都要讲这一条？我今天把这个底牌给你们彻底掀开。在佛法至高无上的经典六祖坛经里，六祖慧能大师早就讲透了，真正的香不是木头做的，不是化学粉末做的，不是用钱买来的，真正的香是用心做的。我给你们拆解成3根心香，以后你们在家里就算不点火，就算手里空空如也，连根棍子都没有，只要你心里点燃这3根香，那就是供养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第一根心香，戒香，也就是做人的底线。什么叫戒香？不需要你去受什么复杂的菩萨戒，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守规矩，就是良心，就是你自己心里不起罪恶的念头，不嫉妒别人，不发脾气，不害人，不贪别人的便宜，不搞婚外情，不偷税漏税。当你心里干干净净，没有坏心眼的时候，你的心地就是香的。你们知不知道，真正有修行的人，或者心地特别善良的人，他身上是有一股味道的，不是香水的味道，是一股淡淡的檀香味或者奶香味。我们中医叫体香，那是因为他五脏六腑干净，正气存内。反过来，如果你一边在那烧着几千钱的高香，一边心里在骂街，在算计隔壁老王，在想怎么把公家的钱捞到自己口袋里，在想怎么报复你的仇人，我告诉你们，那个味道在鬼神闻起来比死老鼠还臭，比茅坑还臭。这就是身口意不净。你那个物理上的沉香烧了再多，也被你心里的臭气给盖住了。佛菩萨还没闻到香味，先被你的臭气熏跑了，鬼怪倒是闻的臭味就来了。所以记住了，不做亏心事，就是第一根真香。第二根心香，定香，也就是遇事不乱。什么叫定香？就是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人家骂你也好，夸你也好，生意赔了也好，赚了也好，你的心不乱，你像那个泰山一样稳得住。现在的年轻人，还有你们这些更年期的朋友，那个心啊浮躁得很，稍微遇到点事，比如孩子考试没考好，老公晚回来半小时，股票跌了一个点，立马就跳脚，就大吼大叫，就睡不着觉，就得抑郁症。这叫什么？这叫心乱。心一乱，那个火就烧起来了。中医叫心火旺，佛法叫无明火。这把火一烧，把你之前的功德全烧光了，这叫火烧功德林啊。你哪怕念了1万遍经，发了一次脾气，全完了。如果你能修定，遇到事情先深呼吸，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因缘，都会过去的。发火解决不了问题，只会伤肝伤心。就在你心静下来的那一瞬间，你就在法界里点燃了一根定香。这根香能安神，能驱魔，
能让你的磁场瞬间稳定下来。第三根心香慧香，也就是活个明白。什么叫慧香？就是智慧，就是不糊涂，要明明了了的知道我的命运是我自己造成的，不是神仙赐给我的，也不是谁强加给我的。我现在受苦是因为我以前种了恶因，我现在享福是因为我以前种了善因，所以我只管努力行善，结果交给老天，这就叫智慧。那种遇到事情就求签问卜，甚至去搞旁门左道，请什么狐仙养小鬼的人，就是没有智慧，就是痴。那种觉得我烧香了佛祖就得保佑我的人，也是没有智慧。当你破除迷信，用理智去处理生活问题，用因果去解释人生际遇的时候，你就点燃了慧香。这根香能照亮你人生的路，让你不再迷茫。总结一下，各位朋友，你们以后去庙里或者在家里拿那一根便宜的普通线香，有没有关系？完全没关系，只要它是干净的、天然的，没有化学毒素的就可以。重点是，当你手点这根有形的香的时候，你心里要同时点燃那根无形的心香。你要对着佛菩萨说，菩萨，弟子今天点这根香是为了提醒自己要守规矩，要心不乱，要做个明白人。这个时候你这根几毛钱的香，它的功德比那个大老板花几十万烧的头香要大千百万倍。因为物质是有价的，心是无价的。佛法讲心香一半，普熏法界。你心里的香气能传遍宇宙，穿越维度，你手里的香气出了门，风一吹就散了。懂了这个道理，你们就省了大钱了，不用再去跟人攀比，不用再去追求那些天价香，把那个钱省下来去干嘛？去孝敬父母，去买米买油送给穷人，去资助失学的孩子，这才是真正的供养佛，这才是真正的把香烧到了实处。不过很多朋友跟我抱怨，尼师，你的道理我都听进去了，可是我做不到啊。我一回家看到那个乱七八糟的客厅，听到那两句刺耳的话，我那个火噌的一下就上来了，什么戒定慧全忘光了。甚至还有人说，尼师，我家里地方小，公婆不信佛，不让我设佛堂，也不让我烧香，我这怎么改运啊？没关系。所以我常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如果你觉得家里总是阴沉沉的，运气总是不好，夫妻天天吵架，孩子天天生病，除了烧香，你还可以做这3件事。这3招我叫它改运急救包，练好了那是直接改你的磁场，比你请10个风水师来家里摆阵都管用。第一招，忏悔法，给心灵搞一次大扫除。你们晓得什么叫忏悔吗？现在很多人搞错了，以为忏悔就是跑到佛菩萨面前磕头，嘴里像小孩子背书一样念，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哎呀，我都念完了，菩萨你原谅我吧。那没用，那是在骗自己，那是在走过场。真正的忏悔是洗杯子，你的心就像一个杯子，里面装满了贪嗔痴的脏水，还有几十年积累下来的那个傲慢偏见怨气委屈。如果不把这个脏水倒掉，不把杯子洗干净，佛菩萨就是想给你倒甘露水，也就是福报，倒进去也变质了呀，倒进去也喝不了呀。怎么修？很简单，不用花钱，不用去庙里，也不用当着谁的面，每天睡觉前或者早上洗脸的时候，闭上眼睛，花5分钟时间，把你这一天甚至这半辈子做过的亏心事、伤人心的事，像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过一遍。不要找借口，不要说是他先骂我的，是社会风气不好，就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发那个火？我为什么要说那个刻薄话去刺伤老婆？我为什么那时候那么自私，只顾自己？当你发自内心的觉得羞愧，觉得脸红，觉得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家人，甚至眼泪都流下来的时候，就在这一刻，就在你流泪的这一瞬间，你的业障消了，那股堵在你胸口，堵在你家里的黑气一下子就散了。佛经讲，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你要经常在心里给家里的冤亲债主道歉，给你的家人道歉，不要怕丢面子，反正是在心里做。你要晓得，鬼神最怕什么？最怕真诚二字。你心一软，心一沉，他们就没法害你，甚至被你感化，变成了你的护法。第2招，观照法，做自己念头的看门人。这一招是佛法的核心，
也是中医治情治病的绝招，叫观心。我们平时最难的是什么？是念头跑得太快，我们是念头的奴隶，一会儿想吃红烧肉，一会儿想谁欠我钱，一会儿想明天怎么还没发工资，一会儿想刚才那个人瞪了我一眼。这就像家里进来了很多小偷，把你的精气神都偷光了。尼斯教你一个办法，把自己当成一个旁观者。比如你老公又把臭袜子乱扔在沙发上，你看到了你的火刚要冒出来，刚张嘴准备骂你个死鬼，停！你要突然停一下，哪怕就停着1秒钟。你看着那个想发火的念头，就像看着一个小丑，看着一个外人，你对自己说，哎，那个叫生气的小鬼来了，我看清你了，我知道你想让我吵架，我偏不。你只要看见他，他就没办法作怪了。就像小偷进屋，如果主人还在睡觉，他敢偷；如果主人突然坐起来，瞪着大眼睛看着他，喊一声我看透你了，那个小偷会怎么样？肯定吓得撒腿就跑啊。这叫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你要做你心里的主人，不要做情绪的奴隶。中医讲怒伤肝，喜伤心，忧伤肺。你每一次发火都是在往自己身体里打毒针。你在家里如果能时刻守住这个念头，不起无明火，那你家里就是道场，鬼神看到了都会向你致敬。第3招，布施法，最简单的改运风水术。有人说，老师，我也想布施，我也想积功德，可我没钱啊，我房贷都还不上，我拿什么布施？笨，谁说布施一定要钱呢？佛法讲的布施，只要你有一颗心，处处都是布施。我在家里最推崇2种不花钱的布施，也是最养家庭风水的。一种叫严施，就是给个好脸，就是给家人给众生一个好脸色。你们看看现在的中年男人中年妇女，在外面跟客户跟老板那是笑得像朵花一样，卑躬屈膝，一回到家门一关，那个脸立马拉下来，像谁欠他800万似的，这也看不顺眼，那也听着心烦。各位，脸就是风水，表情就是门面。你在家里摆个臭脸，那就是在摆杀阵。你想想，老婆孩子看到你那张脸，心里就发堵，家里的气场立马就冻住了。财神爷走到你家门口，一看里面坐着个黑面神，吓都吓跑了。怎么做？哪怕你在外面受了天大的委屈，能不能回家进门前在门口站1分钟，深呼吸3次，把烦恼把晦气扔在门外，整理一下衣服，挤出一个微笑，哪怕是假的也要挤，推开门大声说我回来啦，给家人一个笑脸，这就叫严施。你这一笑，家里的灯都亮了，阳气就升起来了。另一种叫严施，就是说句好话，就是说好听的话，说鼓励的话，不要一张嘴就是讽刺、挖苦、打击，你怎么这么笨，这道题都不会做，你看看人家老王赚多少钱，你看看你个没用的东西，这菜怎么这么咸，想齁死我啊。这种话是刀子啊，是伤人慧命的，是损你自己福报的。中医讲恶语伤人6月寒，你把家人的心伤透了，你的运势能好吗？要学会说没关系，这次考不好，下次努力，爸爸相信你，今天这菜真好吃，老婆辛苦了。老公，不管赚多赚少，只要你身体健康，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就是幸福。这一句温暖的话，就是给家人的心灵上香，这叫口吐莲花。你嘴里吐出来的是莲花，你家里自然香气扑鼻；你嘴里吐出来的是毒蛇，你家里自然鸡飞狗跳。为了让你幸福，我给你们讲个真事。前年有个叫小李的年轻人来找我，都要哭了。他说，尼斯，我完了，生意赔了，老婆要跟我离婚，离婚协议书都放在桌子上了，我现在想死的心都有。我看他那个人满身戾气，说话全是抱怨。我说，你想死容易，想活也容易。回去做3件事，坚持1个月。第一，每天进门前必须笑着进门喊老婆。第二，不管老婆怎么骂你，你不许回嘴，你要在心里忏悔。第三，每天找一个优点夸老婆，哪怕是夸她地扫得干净。小李说，我都这样了，还要我低头？我说，你想改运就照做，不想改运就滚蛋。他咬着牙回去了。刚开始比登天还难，老婆骂他，他忍得脸红脖子粗，但是他想起了我的话，看见那个愤怒的小偷，他忍住了。进门前
他在楼道里对着墙练微笑，练得脸都僵了。结果呢，第一周老婆觉得他神经病，不理他。第二周老婆骂得少了，看他的眼神不那么冷了。第三周有一天他回家夸老婆做的汤好喝，他老婆突然愣了一下，眼圈红了，默默地给他夹了一块肉。1个月后，小李跑来找我，提着一篮子水果，笑得嘴都合不拢。他说，尼斯神了，老婆把离婚协议书撕了，而且我家里的气氛一好，我那个生意居然也有转机了。有个老客户突然回头找我签单了。我笑着说，这不叫神，这叫福人居福地。你变成了福人，你家自然成了福地。各位，这3招，忏悔、洗心、关照、看门、布施、笑脸，这是不要钱的，这是人人都能做的。你们要是真能做到，我敢打包票，你不用烧那个几万的香，你不用请那个几万的风水摆件，你家里的风水绝对好，你的福报绝对涨。讲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内容就算是要圆满了。我知道我今天讲了很多，也骂了很多，但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如果我不把你骂醒，你不还在那个迷魂阵里转圈吗？很多人到处求大师，求改运，其实这世上最大的风水就在你的胸腔里，那就是你的人心。不管你现在境遇有多惨，陈董也好，小李也好，只要你从这一刻开始发一个善念，我要做一个好人，我要利益众生，就在这一念之间，天地鬼神都会对你刮目相看，你的命运齿轮就开始反转了。记住我的话，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今天能看到这里的都是有缘人，都是有慧根的人。哪怕只有1万人看到了这支影片，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发出一念善心，这1万个善念汇聚在一起，那就是一股巨大的正能量磁场。所以我要请你们做一个小小的动作，请在留言区留下你的善言。你可以写下对家人的祝福，可以写下对他人的宽恕，也可以写下这一刻你的感悟，哪怕只有4个字，心存善念，或者愿众生安乐。当你打出这几个字的时候，你就是在点燃你心里的那株真香。让我们看看这下面的留言区能不能盖成一座万层的高楼，能不能汇聚成一条金色的河流。愿大家都能点亮心灯，照破黑暗。我们下次再见。